心理效应。发展心理学。4. 模态效应。模态效应是实验心理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，最常见于处理记忆和学习的领域，是指学习者的表现如何取决于所学项目的呈现方式。模态原则指出，当图片以口语而不是书面文字呈现时，经验不足的学习者更能成功理解多媒体讯息。这一原则有助于限制大脑的过载，因而可能会发生更深入的学习。当图形和音频结合起来呈现信息时，学习者通过2个独立的处理渠道来处理信息。图形由视觉通道处理，而音频由听觉通道处理，每个元素都有自己的路径到达大脑。当这个方程添加文本时，视觉通道变得过载，因为文本和图形重叠，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，因为它们争夺学习者的注意力。因此，仅使用音频旁白呈现图形，最适合学习条件，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工作记忆容量，帮助学习者掌握内容并记住更长的时间。多媒体教学设计原则。潜在的理论前提，认知负荷理论，将与执行任务相关的脑力劳动量描述为3类：密切相关的、内在的和外在的。密切相关的认知负荷，处理任务信息所需的脑力劳动，理解它，并获得或将其存储在长期记忆中。例如，看到一个数学问题，识别所涉及的值和操作，并了解您的任务是解决数学问题。内在认知负荷，执行任务本身所需的脑力劳动，例如实际解决数学问题。外在的认知负荷，交付任务的方式所施加的脑力劳动，这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。例如，在包含数学书籍广告的页面上，找到您应该解决的数学问题。设计。Meyer、Sweller、Moreno 及其同事确定的多媒体教学设计原则，主要集中在减少无关的认知负荷，在适合学习者的水平上管理内在和密切相关的负荷。这些原则在实践中的例子包括：1. 通过消除视觉和听觉效果以及不属于课程核心的元素，来减少额外的负担，例如诱人的细节、连贯性原则。2. 通过将课程分成更小的部分来控制内在负荷，并让学习者控制他们通过课程材料前进的速度，分段原则。3. 通过音频演示、旁白，传递口头信息，减轻相关负担。同时通过静态图像或动画，传递相关的视觉信息，模态原则。